金圈太子爷开出20万月薪，公开招聘影后的替身。我志在必得报了名，毕竟我曾是影后戏里的替身，还和他有过不可描述的交流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我也凭这份优势顺利当选。谁料20万还没捂热，影后突然出现，扼住了我命运的后脖梗，总算是把你给调出来了。躲了我3年，还想往哪儿跑？众所周知，影后沈清怡是金圈太子爷的白月光，太子爷追了她3年，仍未抱得美人归。一气之下，他开出20万月薪，公开招聘影后的替身。我就是那个应聘成功的替身。诗诗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仗着和清怡有几分相似的脸，就想得到我的宠爱？你根本比不上他一根汗毛，和所有找替身的狗男人一样。太子爷周岩脑子有病，一边用替身寄托感情，一边标榜对白月光的爱意。对此，我全盘接受啊！对，尽管来贬低我吧，不然我这20万拿得不安稳。周岩看到我的反应，面色一冷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强调，虽然我聘用你当清怡的替身，但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我的身心始终属于清怡，你不准对我抱有非分之想。笑死，我只对他的白月光有非分之想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签了劳动合同的，权责清晰，绝对没有肉体关系。说完，我还配上8颗牙的标准笑容。别笑，周延紧皱着眉头打断我，你笑起来就不像他了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替身，满足雇主需求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我立刻敛去笑意，眼神自下而上，漫不经心地从他脸上刮过，掂掂自己的分量，指点我，你还不配。这是沈清怡在上部戏中的出圈台词，也是他平日对待油腻男的惯常做派。周岩愣了愣，反应了好一会儿，才迸发出惊喜的眼神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这不屑的眼神，这清冷的语调，我好爱。他激动地一拍桌子，赶紧再来一句，你们有钱人真是碗得花。我回忆着沈清怡的风姿，只一勾唇，便信手拈来，花有百样红，人与狗不同。你吃你的屎，别管我的事。太子爷深吸一口馥郁的国粹，顿时神清气爽。记住，以后保持这个调调。听着这些，就好像清怡又来到了我身边，这才是他，从不会对我笑，却能让我心神荡漾。我点点头，尊重祝福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太认同，谁说沈清怡不会笑？明明以前和我在一起时，她笑得那么温柔。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当沈清怡的替身，在那部她夺得影后的电影《红樱桃》中，我是她戏里的替身。剧组在正式拍摄前，灯光和摄影需要反复调试，为了不让演员长时间等待影响表演状态，会由替身代替走位。我便是沈清怡的光替，有时候拍摄进度紧张，还会代替她拍摄远景或背影。原本我和她并没有多少交集，但那天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后，我被副导演拽到角落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口中呼出恶气，离这么近看，跟沈清怡更像了。沈清怡老子吃不着，吃你个小替身还是绰绰有余。今晚来我房里，不然你连替身也别想做。笑死，我只是大学生出来打暑期工，又不是非要靠这个谋生。就在我准备抬腿给他一脚时，一道清冷悦耳的嗓音出现在身后，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？全世界的丑都被你承包了。我转过头，竟是沈清怡来了。她有一双细长的眉，眼眸浓黑，在昏暗的路灯下泛着冷意，只是站着便透出一股金贵不可侵犯之感。副导演显然没想到这么偏僻的角落会来人，匆忙放开我，朝沈清怡露出一个讨好的笑。清怡，你怎么来了？沈清怡冷笑一声，好奇吗？来看看人类退化成癞蛤蟆的样子。他嘴角淡扬，伸手将我拉到身后，竟是要护住我的架势。副导演见状连忙解释，清怡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看小姑娘独自一人，关心一下嘛。沈清怡嘲讽地瞥了一眼对方，你先关心你自己吧，出门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让哪个火爆牛蛙的后厨把你带住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副导演不由破防，但沈清怡已经懒得理他，牵着我的手走了。我没想到他会带我来到他的房间，我紧张的不知是站是坐，像根杆子一样杵着，直到他找出碘伏和棉签，吩咐我抬手。我懵懵懂懂地抬起手，这才发现刚才被副导演按在墙角时，石壁划破了我的胳膊，血液浸透衣袖。可方才一路被沈清怡牵着手，我竟对此无知无觉。意识到沈清怡要亲手帮我消毒，我急忙道，我自己来，坐着就好。他毋庸置疑的口吻让我不自觉乖乖听话。慢慢的，他蹲下身，仔细看了看我胳膊的伤处，又抬眼看了看我，我会轻一点的。他的声音清润又低沉，如同早春的溪涧敲打心间。我不由紧张起来，唯有开口掩饰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力。话说完，才意识到这话有微妙的歧义。沈清怡只低低一笑，开始帮我消毒。他没有直接触碰我的皮肤，可这感受却比触碰更加精心。胳膊上像是有火在烧，又能感受到一种小心谨慎的柔软。从前他是主角，我是替身，我只能站在远处，默默地观察他，窥伺他。不成想，我们竟会有如此靠近的时刻。
她发丝的幽香混着酒精的气味窜入我鼻中，形成一种令人迷醉的味道。我的心便在这一刻陷了进去。第二天，那个骚扰我的副导演直接被剧组开除了。本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没想到从那以后，沈清怡竟记住了我。夏日炎热，她让我歇在她的休息室，给我买冰饮，让我陪她走戏，带我认识导演和其他演员。我这个小替身原本是剧组最底层的存在，却因为她居然有了存在感。在外人眼中，沈清怡是出了名的清冷，出了名的毒舌，我却只觉得她温柔。其实我也诚惶诚恐，不知道她为何如此对我。沈清怡听到后顿了顿，微抿着唇回答：路上见到受伤的小鸟，你给它治好了伤，再顺便养起来，很奇怪吗？我悟了，沈清怡对我是做公益来了。她是如此善良美好，可我却抑制不住地痴心妄想。红樱桃的杀青宴，我原本是没资格参加的，但沈清怡带我上了桌。席间，沈清怡被几个男演员不停劝酒，我担心她那张巧嘴就要口吐芬芳，不由夺过酒杯。清怡明天还有活动，我是她的替身，我替她喝。不料沈清怡却笑着拿回酒杯，今天心情不错，可以敞开喝一点，这倒是出乎意料。最后我没醉，沈清怡醉了。我扶着她回酒店房间，看着床上她诱人的樱桃唇，突然恶向胆边生。我亲吻了她的唇，比想象中更软更香。我理所当然的醺然了，吃醉其中，只想喝更多的吻，醉更多的她。但良知还是让我浅尝辄止。就在我准备起身时，醉倒的沈清怡却突然伸手勾住我的脖子往下拉，刚刚分开的唇再一次贴在一起。我跌到了床上，又像是跌到了另一个迷醉的世界。她的幽香与灼热将我笼罩，纠缠间，我的欲望终于战胜了良知。身上凉的凉，烫的烫，像轰鸣的乐像在回荡。等我清醒过来，一切已覆水难收。我居然趁沈清怡醉酒轻薄了她，这跟那些油腻男有什么区别？我用脚趾头也能想到沈清怡的反应，我将失去她对我的所有温柔和关照。那双黝黑的眼睛再无温度，看我时冰冷而厌恶。她会不会也问我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？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一片寒凉，难以面对。我跑了，只希望沈清怡醒来后什么都不要记得。作为一个侄女，这份回忆对她来说太恶心了。而我原本就是暑期出来打工的大学生，扔掉了暑期工专用的临时号码，我回了学校。这个夏天就像一场幻梦，如今梦醒了，也该回到自己的位置。谁知世事难料，3年后我又成了沈清怡的替身。周岩开出的20万月薪很丰厚，而我的母亲生病需要手术费。本来我还担心做替身需要出卖色相，但幸好周岩心中只有沈清怡，是要将清白留给他。所以说来可笑，我这个替身没睡过金主，却睡过金主心心念念的白月光。今晚陪我参加个聚会，这天约会时，周岩突然通知我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踌躇片刻，忍不住问出了最担忧的问题：这个聚会沈清怡也去吗？周岩既然面向全球招聘替身，把这事儿做得如此高调，想必是为了让沈清怡吃醋。要让她吃醋，就有可能拉着我出去炫耀。不过周岩却会错了意，眉头一皱：怎么？怕你被正主比下去吗？我告诉过你，无论你耍再多的花招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比不上清怡。不是，这男的脑子有病吧？但看在钱的份上，我还是耐心解释：太子爷，你带我去，肯定是为了让他吃醋，但要是醋多了，就会适得其反。你跟我说清情况，我才好决定表演的尺度，帮你抱得美人归啊。周岩沉思片刻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他又叹了口气，闷闷道：但他在横店拍戏，来不了。哦，我松了口气，幸好，要是沈清怡也去，我还得找个借口开溜。于是当晚，我按照周岩的要求，换上沈清怡风格的装扮，空降 KTV 聚会。他的兄弟们看见我，眼都直了，像，真是像。周岩，你牛逼，替身这套算是被你玩明白了。沈清怡要是知道你找了这么多替身，不得气得从横店赶回来啊！周岩被捧得牙花子都笑出来了，得意洋洋。那是当然，老子追在沈清怡后面3年，他肯定早就爱上我了，就是不肯承认。现在我就要他尝尝失去的滋味，到时候等他追夫火葬场，我就告诉他，现在你只是我的备胎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哈哈，我坐在一旁嘴角抽搐，你个瓜娃子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似乎有人应糊了我的想法，远远传来轻蔑的一声喝。自己长得就跟千斤顶似的，难怪看谁都像备胎。一道清冷中带着不屑的女声从身后传来，我顿时汗毛竖立。这熟悉的调性，熟悉的语气，我化成灰都听得出，正是沈清怡。清怡，你不是在横店拍戏吗？方才嚣张无比的太子爷瞬间紧张到结巴。沈清怡笑容微妙，怎么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？是你来，我当然高兴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听一旁的兄弟戏谑道：哟，周少，刚刚不是还说要追夫火葬场吗？周岩的背脊挺了挺，
这话似乎提醒了他，向来对他爱答不理的沈清怡，为何专程从横店来参加这次聚会？当然是听说他找了替身，吃醋了。果然，他的策略是有用的，必须赶紧趁热打铁，逼沈清怡正视对他的心意。于是，周延轻咳2声，装腔作势地开了口：“清怡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这儿有个新人想介绍给你认识。你看看，跟你有几分像。”一直默默装鹌鹑的我，绝望地闭上了眼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虽说以沈清怡今时的声望和地位，未必还记得我这个小替身，但我毕竟干过那龌龊事，实在心虚得紧。周延见我埋头不语，轻轻撞了我一下：“诗诗，叫你呢，抬头给咱们影后看看。”我咬紧牙关，毕竟是拿钱办事，替身就该有替身的职业素养，再困难也得为金主排除万难。再说了，3年过去，沈清怡未必能认出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咬着嘴唇，眼眶发红，做足了委屈卑微的姿态。太子爷，我不过是中人之资，怎么能跟清怡姐姐相比？您放心，我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言语之间，俨然一朵爱而不得、忍气吞声的菟丝花。周延满意地舒出一口气，这番话既能表现出我对他的一往情深，彰显他的抢手和魅力，又体现出我的卑微无害，给他和沈清怡的未来留了余地。果然，沈清怡美目微凝，表情如鲠在喉。周延偷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旁边的其他人也纷纷助攻。清怡，就是因为他和你有几分相似，周延才带他过来的，不然以他的身份，哪里能跟咱们坐在一起？就是这张脸虽然有几分像，但跟正品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。清怡，周延之所以找替身，都是因为太爱你了。要是你早早答应他，他哪用这么折腾？在众人的揶揄和嘲讽中，我的头埋得更低了。早在3年前，我就清楚，沈清怡如同天上明月，金贵皎洁，而我不过是地下尘埃，暗淡普通。虽然我是拿钱办事，但这份难以逾越的差距，仍旧让我心中一暗。身为替身的我，在正主面前始终上不得台面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可下一秒，一双温热柔软的手轻轻捧住了我的脸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沈清怡竟强迫我抬头与他对视。的确和我有几分相似，他缓缓说：“毕竟美人总是相似的，丑人才各有各的丑法。你说对吗？”诗诗，他叫出我的名字。如此平凡普通的2个字，从他的唇齿间溢出，竟莫名染上了缱绻的味道。我在他的手掌中屏住呼吸，听见了自己肋骨般的心跳。3年了，哪怕我私底下看过无数次他的照片和影像，再见面还是无法免疫。嗨嗨，身边的周延故意咳嗽2声，把我拉回现实。我下意识往后一靠，脱离沈清怡的掌控。他脸色微沉，盯着我。我不安地绞着衣角，找借口起身。刚刚太子爷点的果盘还没上，我出去看看。说完头也不敢抬，立马溜了。离开之前，我听见身后的人劝沈清怡：“你堂堂影后，犯不着跟一个替身较劲。即便他爱惨了太子爷，太子爷也只把他当一条狗。消消气呀，没必要。”所以，沈清怡刚才的反应是在吃周延的醋吗？周延这人虽然有点傻，但对沈清怡的确用心。或许他早就已经被他打动，就算没有，也轮不到我这个卑微的替身。我在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出门时在过道里遇见了意想不到的人。沈清怡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，倚着墙，好整以暇等着我。我愣了愣，一个字出口，竟不知道该往下说些什么。看他这个架势，像是专门来堵我的。我有什么可堵的？是以白月光的身份警告我离太子爷远点，还是认出了我过来叙旧，又或是为3年前的荒唐夜来找我讨一个说法？我在脑袋里头脑风暴， CPU 都快烧干了。没想到沈清怡盯着我，开口却是：“你变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显然还记得我。当然变了，我摸了把自己的脸，用力挤出笑意，保养得不太好哈，不像你，还是那么光彩照人。我说的不是容貌。沈清怡金贵的眸子染上些许困惑，被他们那样嘲讽，你居然无动于衷？你就真的那么喜欢周延？我自嘲一笑，果然他是为了周延而来。白月光见替身，真是情敌见情敌，分外眼红。虽然我不是他的情敌，但我还记得自己今天的人设，我需要扮演一个深爱太子爷而不得的替身，让正主产生危机感。于是我咬咬唇，语气隐忍而卑微：“我不会打扰你们的。你是他的白月光，你回来，我就会默默走开。”沈清怡眉心蹙了蹙，别跟我扯这些。我只问你，你真的喜欢周延啊？我实在不想当着沈清怡的面演这出戏。但余光中，我看见周延找了过来。本着替身的职业精神，我垂下眼帘，装出一副悲伤的模样。对，没错，我喜欢他的钱。得到我的答案，沈清怡瞳孔骤然一缩，眼底闪过一丝莫名的怅然。她挺直的脊背耷拉下来，眼神悲伤，苦涩的笑容不达眼底。见他如此神色，我不由心中一软。
正想要再说些什么，周岩却在这时走了过来。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周岩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沈清怡的神色，只是瞬间，沈清怡就脸去悲伤，恢复成清冷漠然的模样。他淡淡道：“周岩，你有心了，多谢你帮我找的替身。”没想到他突然这么说，我和周岩齐齐一愣。你谢我做什么？周岩问。沈清怡微微勾唇，我的心系需要一人分饰两角，正好缺一个身形轮廓和我相似的替身。本来正愁这件事，你帮我解决了。啊？周岩有点懵，是这样吗？沈清怡一双美目望过去，怎么，你不愿把他让给我？以前不是还放话说我要什么你都会给吗？周岩这人好面子，面对的又是他的白月光，哪里经得住这种反问？他忙不迭回答：哪有啊？清怡，你要是看得上，拿去用就行了。好家伙，三言两语直接把我从周岩手里抢走了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直接断了我和周岩的关系，还把我这个情敌放在他眼皮子底下。高，实在是高。我忍不住把周岩拉到一边，小声问：那我的薪资？周岩低低说：我会付的，不过你得定时跟我汇报他的情况。我懂了，相当于把我劳务派遣出去了。虽然心中忐忑，但能再度和沈清怡近距离相处，我到底是窃喜的。那行，人我就带走了。一切敲定后，沈清怡罕见地对周岩露出笑容，语调温柔：多谢2个字。周岩顿觉心神荡漾，心魂都跟着飞了。而我则被扔进车里，直接跟沈清怡去了剧组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部电影的情节竟然如此劲爆。沈清怡一人分饰的2个角色，居然是一对百合，而我作为她的替身，需要陪她搭好几场激情戏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晕乎乎地看着剧本上的激情描写，实在搞不懂沈清怡的心思。她不是之前还在吃周岩的醋吗？怎么现在反倒像在引诱我？但沈清怡义正辞严：你已经跟剧组签了替身合同，现在这是你的职责。可是沈清怡挑眉：怎么宁愿屈辱地陪在周岩身边，也不愿陪我搭戏？我咽了咽口水，那倒也不是。沈清怡这才满意，那就行，准备开拍。这部戏名叫《红蓝》，是玄幻背景。2位女主角人设类似《仙剑3》里的蓝葵和红葵，原本是一体，遭遇重大变故后分化成2个人。他们虽然长着相似的脸，但性格截然不同，一个温柔怯懦，一个毒舌叛逆。他们彼此守护，在最难挨的岁月里相伴而行，更产生了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。沈清怡一人分饰2角，难免分身乏术，尤其是2位女主的合体部分，需要替身帮忙搭戏，并拍摄远景和背影。这部戏里替身的重要性远远高于3年前的红樱桃。开拍，导演一声令下，沈清怡就从后面抱住了我，下巴贴在我的肩上。你为什么不敢面对？明明那晚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的身体打个颤，差点以为沈清怡是在质问我。幸好这只是台词。你看看镜子，看看我们这张相似的脸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是我身体分化出来的一部分，你本来就应该属于我。他人说我们不是爱情，只是同类的吸引，但那又怎样？我们自己分得清就好。按照剧本，我这时候应该挣脱，然后这场戏就结束了。可我刚刚偏过头，却触到了沈清怡柔软的唇。我懵了，愣着不敢动。她的唇落到我的额头上，停了片刻，又顺着向下划过鼻翼，贴住嘴唇。等我意识到我们正在接吻时，浑身已经酥麻了。我诧异的抽泣，可从鼻腔里溢出的声音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呼吸一滞，下意识往后退，正好被床沿绊倒，2个人齐齐倒在床上。沈清怡被我压在身下，仰头看我。她的演技真的很好，根本不必开口，便显出摄人心魄的诱惑。那诱惑藏在她微垂的眼睫间，藏在她散乱的发丝中，藏在她湿润的嘴唇上。她细细凝望着我，眼间是撼人心魄的美，唇边是似有若无的情。只是轻轻喝一口气，就好像要将我融化掉。Cut， 成了！导演激动地喊。沈清怡推开我，立刻抽身而去。她看上去镇定自若，公事公办的样子，氛围不错，我就把下场戏一起演了。没吓到你吧？这就是演员的职业素养吗？跟她比起来，我像个高烧初退的病人，先在戏中喘不过气。沈清怡看着我的神色，探究地眯了眯眼。我说，她俯下身，贴在我的耳边问：你刚刚不会是有反应了吧？她漂亮的眼睛凝视着我，有些审慎，有些玩味。我慌了，害怕她因我龌龊的心思感到恶心。当然没有，我昧着良心说。沈清怡没有移开目光，她的唇角勾了勾，意味深长地反问了2个字：是吗？我喉咙酥麻，如嗫着说不出话。沈清怡终于笑起来，带着一丝得意的狡黠。面对我这样的大美女，有就有嘛，承认又不丢人，这大概是我的报应。3年前我悄悄睡了，她就跑；3年后才会被她故意戏弄，是我应得的。第2天清晨，我是被周岩的电话叫醒的。诗诗，你给我解释一下热搜是怎么回事？热搜？我点开微博，发现热搜一水儿和沈清怡相关的词条。
井号沈清仪太子爷白月光，井号金圈太子爷20万月薪，招聘沈清仪替身，井号沈清仪吃醋，井号沈清仪被替身压在身下羞辱，井号连带着传播的，还有那天 KTV 聚会时太子爷向沈清仪介绍我的视频，以及昨天拍摄时沈清仪被我压在床上的片段。吃瓜群众纷纷脑补，弹幕区炸了，有钱人真会玩，居然介绍替身给白月光认识，刺激！白月光和替身正面较量，为了抢男人真是豁出去了。影后好可怜，不光太子爷被抢，还要被替身压在床上羞辱，心疼。清仪视频里眼眶红红的，头发也好乱，感觉被替身欺负惨了。不是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俩美女有点好磕吗？百合组上大分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还没来得及翻完，就听周岩在电话那头质问：诗诗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欺负清仪？我知道没有女人能抵挡我的魅力，但你不能为了得到我的爱就去伤害清仪。你们不许再为我吵架了，真想把他脑袋打开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水。我揉了揉眉心，无奈道：我没欺负他，那个剧组的视频是我们在演戏，而且视频只截取了后面一部分，是他先抱上我的。周岩更是不满：什么？我都没抱过，你居然抱上了？你果然用心险恶。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气羞羞道：不行，我得来剧组探个班，要让清仪感受到我的偏爱。周岩说来就来。没过2天，他带着一卡车奶茶、咖啡、点心，浩浩荡荡到了剧组。不仅如此，卡车上还印着沈清仪的巨幅海报。大家辛苦啦，我来探班清仪，给大家带了点吃的。剧组里发出阵阵惊呼，疯狂吃瓜。他这阵势摆明了要给沈清仪撑腰。问题是，沈清仪需要吗？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女主角沈清仪黑着脸，在周岩迈着帅气的步伐走向她时，转身扔下一句：你跟我来。周岩屁颠跟过去了。他去时是笑嘻嘻的，回来后却哭丧着脸。诗诗，我们解除合约吧，这是周岩回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他抬头45度仰望天空，眼中溢满了无望。只不过一来一回，变化怎么这样大？我觉察到情况不对。沈清仪跟你说什么了？周岩整个人都蔫了，有气无力地摇摇头。终究是我错付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打算放弃沈清仪了？我心中很卑劣地浮出一丝窃喜。其实这几天待在沈清仪身边，我也看出了些端倪。他似乎并不把周岩放在眼里。我甚至有个大胆狂妄的猜测，或许之前在 KTV 聚会时，沈清仪神色微妙，并不是在吃周岩的醋，而是在吃我的醋。但这个念头只出现一瞬，就被我压了下去。云泥之别，怎敢痴心妄想？还是不要期待太多，免得落空后太过失落。我问周岩，既然解除合约，那这钱太子爷终归还是太子爷，哪怕悲伤逆流成河，也没有拖欠我的工资。他拿出手机，干脆利落地赚了我20万。从今往后，你不用再当清仪的替身了。放手是我对他最后的温柔。这种227的伤感情话，一时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陪他悲伤。但看着这银行里瞬间丰厚的存款，我知道我妈妈做手术时的欠款总算能还清了。5个月前，我妈妈查出尿毒症，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。很幸运的，没过太久，她就匹配到了合适的肾源，但换肾需要准备20万。我掏空了积蓄，各处借款，正规不正规的贷款问了个遍，总算是把这20万凑齐了。但这其中不乏高利贷，利息害人，必须尽快还清。恰好这时，我看到了周岩招聘替身的启事，靠着这份高昂的薪资，再加上做替身演员的额外收入，总算能把这笔钱还清了。周岩走后，我一笔一笔将钱转入各个欠款账户，霎时感觉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。抬手伸了个懒腰，指尖却碰到了一处柔软。回头一看，沈清仪已不知在我身后站了多久。我吓一跳，你怎么都没声？沈清仪神色复杂地看向我，却是答非所问。你做替身是为了还高利贷？高利贷实在是个不太体面的词。我不由放低了声音。之前妈妈换肾做手术，我借了很多贷款。阿姨手术怎么样？挺成功的，现在恢复得不错。那就好。沈清仪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所以你不是因为爱周岩爱得无法自拔，才甘愿留在他身边的？我哑然失笑，想了想。既然如今周岩打算放弃，不如告诉他实情，那是周岩故意说来刺激你的，他想让你吃醋，好上演追夫火葬场。我只是帮他立一个人设而已。沈清仪愣了愣，不知为何，眼中竟迸出一束光。他小声咕哝，真是够闲的，但唇角却勾起一丝笑。我接着说，不过我心里其实很感激太子爷，要不是他，我没法这么快还清欠款。其实他人挺好的，就是替身小说看多了。沈清仪美目一扫，似醋非醋地看向我，你这是在帮他撮合？没有，我只是好奇，他追了你这么久，你下午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，才让他决定放手？想知道？我诚恳点头。沈清仪勾勾手，示意我凑过去。我乖乖贴近。
他的气息喝在我的耳边，声音携着发丝的幽香而来。因为我告诉周岩，我是弯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。什么？沈清怡偏头，没听清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好像听清了。天，这个惊天大料，他就这么告诉我了。怪不得周岩这次心灰意冷，原来是性别不合。可是他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似幽黑深潭，深邃不知尽处，又似琉璃晶莹，流转万般风情。我浑身紧绷，像是即将败露的小偷。听他缓缓道，更准确地说，我是被掰弯的。我喉咙干涩，艰难问，被谁？沈清怡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诗诗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话说到这里，我就算再傻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慌慌张张看了一圈周围窥视的人，又确认了沈清怡短时间没有新的戏份，才拉着她进了我的房间。我轻薄了心中最高贵的月亮，逃避了3年，怀念了3年，总归到了该面对自己恶行的时候。3年前杀青宴那晚，或许你记不清了，但那晚我我小心翼翼地斟酌着字词，还是难以出口，只艰难道出一句对不住了。沈清怡的脸色却出乎意料的平静，无悲无喜，更多是一种审视。记不清的人应该是你吧？啊！我怔了怔，你忘了吗？当时你亲了我，起身就想走，是我勾住你的脖子，把你拉了下来。可你当时毕竟醉了。诗诗，他打断了我，我是醉了，不是死了。空气凝滞住，像场无声的决裂。窗外支了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在稚闷的空气中激起涟漪。我在这沉默的间隙中深深喘口气，终于意识到什么。我怎么不生气呀？沈清怡气急反笑，诗诗，我找了你3年，我联系不上你，甚至还找了当初把你招进来的副导演，但你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我轻声解释，那只是个暑期的临时号码。我猜到了。沈清怡苦涩地扯动嘴角，那我对你来说呢？也是临时起意的。他顿了顿才说下去，一夜情吗？不是的。我着急的口不择言，我只是想不通，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看上我呢？我为什么不能？你之前也说过，对我好，就像对捡到的小鸟一样。我以为你带着我，就是在做公益呢。沈清怡失笑，我有这么无私？我看你身上确实冒着圣光呢，毕竟我只是你的替身，就连周岩和他那些朋友也都说我是你的赝品。沈清怡正了神色，严肃道，诗诗，替身只是剧组的一份工作，不是你本身。我们的样貌的确有几分相似，但任谁看见我们都能一眼区分。你比我更温柔，更坚韧，更灵动，这是独属于你的美，没有正品赝品之分。只有不长眼的丑人才会看不见你的独特。他停顿了一会儿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我喜欢你最重要的理由。他的目光那么清澈，那么有力，让我忍不住往下问，那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？很简单。他蓦然揽住我的腰，头向我俯了下来。我看见你的第一眼，就想要你，像乌云蔽日，又像夜色笼纱。我晕眩着坠入欲海中，无处可躲。我这才敢细细凝望他的面容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回到了3年前那个夜晚。向来皎皎如明月的影后，眼中竟染上了贪婪和热切。他抱紧我，戏耍着，张弛着，时轻时重。我的心中有负罪，但我的身体在渴望他。一如既往，我在顾不得其他，翻身纵情，热切地回应着他。我曾以为3年前的夜是一场意外，原来那却是2个人的蓄谋已久。这一夜后，我和沈清怡在一起了。3年前可望不可及的梦，居然也有成真的一天。不过身在剧组，最要紧的还是拍戏。不知道是不是从我们的感情中汲取了感触，沈清怡在红蓝中发挥了比过去更为精湛出色的演技，连导演都说沈清怡极有可能凭这部电影凑齐影后大满贯。我也努力做好替身的工作，为她分忧，帮她调动情绪，一切似乎都迈上了正轨。但我没想到，某个临近杀青的清晨，我的酒店房门被敲响。打开门，外面竟然是周岩。我愣了愣，太子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沈清怡吗？我下意识把门缝关得小了点，生怕周岩看见我床上的沈清怡。谁料周岩却回答，不，我找你。哈哈，周岩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掏出一束玫瑰。这段日子我一个人，总觉得身边缺了点什么，我总会不由自主想起你。虽然之前我一直对你冷言冷语，但你始终包容我，陪伴我，直到你离开，我才意识到你已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我听得目瞪口呆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你的白月光不是沈清怡吗？周岩将玫瑰送到我面前，白月光只是过去，我也是在你离开后才后知后觉意识到我已经对你动了心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或许是我宿命吧，就像小说中的男主总会爱上替身一样，我也想追妻火葬场了。我满脑袋都是黑线，还没想好怎么打发这位替身文学看多了的太子爷，就听身后传来一声冷嗤，哦，追妻？你这是要追我的妻？沈清怡踱不过来，搂住我的肩。她只穿一件丝绸吊带睡裙，胸前暧昧的红痕极为刺目。当着周岩的面，她故意将我的披肩扯下，露出我肩上的草莓印。周岩霎时瞳孔放大，你们
没看错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沈清怡笑得清澈又险恶，说起来，你还是我们俩的红娘呢。还要多谢你，帮我找回了诗诗。周岩脸绿了，头也绿了。白月光和替身的双双背叛，他这双重绿帽算是戴稳了。原来小说里都是骗人的。他脸色惨白，喃喃念着这句话，抱着那束玫瑰仓皇逃离。我和沈清怡相视一笑。现实中，白月光不一定会选择太子爷，替身也不一定会选择太子爷。依附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，或许是一条轻松的捷径，但认清自己的心，才更需要勇气。是清怡给了我这份勇气。我们未来的路或许遍布着阻碍、质疑和纷争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知道我在他眼中从来不是可以被取而代之的替身，而他永远是我心中高悬的明月，皎洁、盛大、灿烂。